我的愿望很简单，把我变成有钱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是一个投资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我将与你分享7个强大的思维转变，帮助你开始像那1%的人一样去思考、行动，并变得富有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拥有再消费，这是这份清单中最重要的一个点之一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无论是我认识的成功人士，还是我曾经共事过的客户，这一点几乎是区分1%的富人和其他人的关键差异。他们会优先拥有会升值的资产，而不是把钱花在那些会贬值的东西上。他们的焦点高度集中在建立一套资产组合上，这些资产能随着时间增长，也就是说升值。想想这些例子：房地产、长期投资，甚至某些能带来回报的教育，这些都是会为你工作的资产。他们会产生收入、增加净资产、提升技能，或是创造长期价值。与之相反的贬值型资产则恰好相反，就是那些你一买就开始掉价的东西，比如一辆全新的汽车、最新的科技产品、时尚背包等等。它们也许在短时间内还保值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们的价值会远低于你最初付的钱。还有一种更糟的情况，负债。负债是持续从你口袋里拿走钱的东西，比如车贷，那是负债，而车本身是贬值的资产。信用卡债务那也是负债。所以虽然不是所有的贬值资产都是负债，但它们往往是联手出击，这正是大多数人被困住的地方。富人对此非常清楚，他们并不是不买好东西，他们只是用升值资产带来的收入来买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让投资为生活买单，而不是让工资为生活买单。这就是他们能够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持续积累财富的原因。总结一句 ：Own first, spend later， 先拥有再消费。你的25个词。你也许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你是与你相处最久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You are the average of the 5 people you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身边的人会深刻地影响你，影响你的信念，影响你养成的习惯，甚至决定你认为什么是可能的。What you think is possible。其实，在播客中 ，MIT 神经科学家 Dr. Tara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入的练习。他说，画一棵有5个分支的树，在每个树枝上写下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字。然后用5个词来形容每一个人，接着仔细看那25个词，因为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映射。我亲自做了这个练习，不得不说，它让人感到被直面，甚至有点不舒服。但自我察觉永远是成长的起点。当你想要跳出传统的上班收入支出循环，当你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多重现金流，实现财务自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。你身边的大多数人，甚至可能所有人，其实都不会去谈论财富积累或者资产增长，更不会主动去学习让钱为你工作的方式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，因为你几乎找不到5个能和你讨论这些话题、和你朝同一方向成长的人。如果你想的方式与周围的人不同，你就很难真正深入的交流。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时期，而这时候正是你需要主动去寻找、去建立圈子的时候。去结识那些已经在你想走的路上的人，或者多接触、吸收那些拥有你希望具备特质的人。当你认真看着那25个词的时候，问问自己，这些词是否代表了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？如果不是，这或许正在提醒你，该去拓展你的圈子，让你接近那些能让你成长、能和你一起讨论财富、时间与自由的人。对变富着迷，命就是钱。好吧，着迷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事实是，那1%的顶层富人并不是偶然变富的。无论他们后来怎么说，他们几乎从不会真的觉得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他们的成功来源于强烈的渴望与驱动力，这种力量推着他们的思维，也驱动着他们持续行动。在拿破仑·希尔的经典著作《思考致富》中，他完美的总结了这一点：欲望是所有成就的起点，不是希望，不是愿望，而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炙热渴望。当你对一个目标产生炙热的渴望时，你的潜意识会自动进入加速模式。忽然之间，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以前被你忽略的机会。当你真正渴望财务成功时，你会开始看到新的方法去创造价值、
赚更多以及更聪明的储蓄，不是因为这些机会突然出现，而是因为你的思维频率调对了频道。那么，如何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呢？首先，设定一个真正让你兴奋的财务目标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放在你每天都能看得到的地方。它可以是储蓄目标、每月收入目标、净资产里程碑等等。最重要的是理解你的为什么你要达成这个目标，你的动机是什么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它时，你的意识就会发生变化，你会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机会，那些原本会错过的机会，现在你会抓住它。4. 计划周全，行动迅速。最成功的人善于把抽象的愿望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衡量的计划，他们不会只停留在梦想阶段，也不会等所谓的时机成熟，他们会制定出实现成功的路线图，并立即采取行动。心理学教授 Dr. Gil Matthews 做过一个著名的目标设定研究，充分证明了结构与责任感的力量。研究对象共有267名参与者，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他们被分成5组，从最随意到最结构化。第一组是只在脑子里想想目标，第二组是把目标写下来，第三组是写下目标加写行动步骤，第4组是写目标加写计划加分享给朋友，第5组是写目标加写计划加每周向朋友汇报进度，也就是有责任机制。结果差距巨大，仅仅想想目标的人中，只有43%有明显进展，而那些写下目标加制定计划加定期汇报的人中，有76%显著达成目标或迈出重大的进步。这说明写下目标加行动计划加责任机制等于成功率倍增。所以从你的目标中挑一个出来，例如启动一个副业，第一次开始投资，把它分成3个层次。首先，结果清晰，最终的大目标是什么？其次，设置里程碑，每个季度要实现什么关键进展？最后要行动，本周、今天甚至接下来的1小时能做哪些小步骤？5. 说可能的语言。有研究人员分析了富人的人格特质与习惯，他们发现财富水平更高的人往往更尽责，也更开放于新体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倾向于关注机会而非限制。我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模式，那些真正富有的朋友在面对高风险机会时，比如生意合作或投资项目时，他们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我能负担得起吗，而是这能让我赚更多的钱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接下来他们会立刻进入第2步，那我该怎么让它发生呢？ You got a dream, you got to protect it. 他们不会先被价格标签吓退，也不会在看清机会前就把门关上。相反，大多数人却是反过来的，他们先看到成本，然后就被吓退了，而不去思考这是否值得去做，以及如何来促成这件事情。于是他们立刻下结论，我负担不起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他们切断了与巨大成功回报之间的可能性，无论那是投资自己、做生意，还是抓住市场的机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讨论金钱时的语言如此重要。当你默认说我买不起，你的大脑会关闭思考；当你改问我该怎样才能负担得起时，你的大脑会启动寻找路径的机制。所以如果你想像1%那样思考，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，这并不是无视现实，而是让自己拥有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。这就是你如何从匮乏走向创造，从局限转向可能。6. 把运气关在门外。我们常听人说成功需要运气，但1%的人从来不把命运当成解释成功的理由。他们相信的是运气不是等来的，而是被你的行动吸引来的。普通人遇到阻碍会说这也许不是命中注定的，而顶尖的1%的人会说我还能做什么，把概率往我这边推一点。他们不等待完美的时机，也不依赖巧合，而是通过提前准备、持续行动，让机会更容易撞上自己。这种思维方式很简单，不把自己放在被动位置，而是主动制造变量。你学习更多的技能，就是在创造运气；你愿意主动联系别人，就是在创造运气；你持续投资、持续积累，就是在创造被幸运偏爱的概率。对1%的人来说，不确定性不是理由，不是阻碍，而是一个可能性密度更高的空间。他们知道很多好事不是因为注定会发生，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多走半步，多尝试一次，多问一句，多坚持一天。
我一定会坚持的。所以下次当你想说算了吧，也许不是我的运气时，停一下，问自己，我能不能再做点什么，把它从命运变成选择。真正的1%的思维就是不等运气，去创造运气。7，打造不靠你参与也能运行赚钱的系统。我从真正富有的人那里学到的最大思维转变之一就是，他们不只是专注于赚钱，而是专注于打造系统来产生不依赖自己参与就能获得的收入。他们有意识地去创造被动收入，那种即使他们在度假、在睡觉或陪家人的时候，收入依然能够持续流入的系统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大多数人是工作、拿薪水、付账单，重复循环。对于公司员工来说，工作、赚钱、花钱、再工作，这一套模式看起来再正常不过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好好上学，找个好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升职加薪，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。从学校开始，我们就被训练成为勤奋的员工，努力工作，保持稳定，用时间换收入。但这种循环其实是一种思维陷阱，而这种陷阱不仅存在于上班族中，创业者也一样。很多人创建了忙碌但不自由的企业，他们需要全天候的投入，成为了最累的员工，也许能完成财务自由的财务部分，但基本是没有了自由这个部分。1%的富人知道，最终的目标不是多赚钱，而是建立能在自己不工作时仍持续有收入的系统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固定金额、长期自动化的投资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每月投资$500，也就是每年$6000，按照大盘9%的平均年化收益计算，大约11年就能积累超过$10万。这不是因为你投了多少，而是靠复利在帮你滚大雪球。如果你买的是能发股息的 ETF 或者是股票，你甚至会在不工作的情况下获得现金流，这就是被动收入。1%的富人的核心思维很简单，建立系统，积累资产，让钱在后台持续工作，那是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为钱工作。这正是普通人与1%的富人之间的区别。普通人用时间换钱，富人用系统和时间放大金钱。如果你想像那1%的人一样实现真正的自由，就要开始思考如何建立系统去获得被动收入，而不仅仅是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获得的主动收入。因为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，但钱可以无止境的为我们工作。以上就是那7个让你像1%的富人一样思考与成长的关键改变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学习更多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本频道。我会在每周1、3、5更新短视频，周日会更新长视频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